中國近代考古最神秘、最偉大的發現，當然就是三星堆。在歷史上面沒有記載過這個文明，在整個中華大地上面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可是當它的文物出來以後，給它懂不靈轟動頒告，因為它的青銅面具、它的神鳥、它的神樹，那些鍛造跟焊接的這個技巧，根本不是2、3千年前能夠達到的。一個2、3千年前對於青銅器就有這麼高的掌握能力，而且它的焊接技術根本就很多是近代文明才能夠做到的。那這個文明當時怎麼辦到的？更可怕的是，這個文明裡面沒有任何人類的遺址。你想想，這麼偉大的東西，怎麼可能沒有任何人類的骨骸，沒有任何存在的痕跡？難道他們從天而降嗎？那如果他們從天而降，他們最後又到了哪些的地方？那這些文明做造的这些人，到底他們是誰？中國當然對這個事情非常好奇，他们當然繼續的挖掘。之前我們看到挖了2個坑就已經是驚世駭俗了，現在已經挖到了7個坑、8個坑以後，我今天解決了很多的謎團，但沒有想到更多的謎團還有存在在後面。因為現在可以確定說，在當時有數萬人住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有非常高明的水稻文明。因為有水稻文明，所以我可以養活很多人，養活很多人，我就可以做一些專業的分工。這裡有非常專業的玉匠，這裡有非常多專業的青銅器的工匠。但是問題是，這些人後來都憑空消失了。我們上個禮拜曾經談到了商朝，你知道嗎？三星堆的文明跟商朝的文明有非常神秘的連接，而這個神秘的連接甚至被認為說他們之間有所謂的兄弟關係。所以還是那個老問題，三星堆這些人到底是從哪來的？他們到底去在哪裡？為什麼在那個時代裡面2、3千年前他們可以有這麼高的一個工藝？難道他們真的跟外星文明有關嗎？好，我們今天當然又非常高興的邀請了劉財榮劉師長來跟我們講故事。師長你好。寶傑好，大家好。好，那師長剛剛講的是三星堆，我覺得百聽不膩，百講不厭，我都太多神秘的故事了。2、3年前從來沒有人知道這個文明，居然就出土了。出土了之後呢，剛剛講以前挖了2個坑，現在挖了7個坑，挖了7個坑，解釋更多東西之後，沒有想到更多的謎團在後面。對，寶傑有一句話形容三星堆文明，叫沉睡3000年，一醒驚天下。但這句話出來的時候，哇，這麼厲害嗎？我告訴你更厲害，因為這句話出來是形容在1986發現這個三星堆文明開挖，才挖2個坑而已啊，挖2個坑就得到一醒驚天下的這種美名。那現在從2021開始又開挖了一次，開挖2021到2022，開挖這次開挖了6個坑，到6個坑。那如果跟第一次比較，1986那一次比較，大概1986 2個坑出土的文物大概有1000多件，啊，有的時候1000多到2000，大概就這樣子。這一次6個坑出土了13000多件，多了10倍。對，那多數量多還不重要了，重要是說它多代表什麼意義？它等於說考古東西是1分證據講1分話嘛。那它這一次出來了，推翻了以前我們很多的認知。以前我們講三星堆是與世獨立、橫空出世的一個文明，在中華大地好像它是方外的，是突然間出現的，沒有人知道它存在過。但這一次出來，也有它證據顯示不是，就像你剛才開頭講的，它跟商朝就像是一個以前血緣是一個同一祖先，對，然後來到差不多3000多年那個朝代4000多年的時候啊，他們分家了，兄弟分開失散了。失散發展了1、2千年，三星堆文明出來了，對，商朝的青銅器文明出來了，各自發展不同的風格。它是來自同源，對，血緣關係非常的密切。等一下我特別講這一塊，所以三星堆這一次的挖掘它很重要，證明它不是與世獨立的一個文明，不是一個從天而降的文明。跟剛才講跟什麼外星，因為以前沒有辦法解釋，對，所以很多就跟他說這是外星文明的一個後代。2024有一張網絡圖片在大陸風靡啊，是什麼？一個飛碟降落在三星堆，那飛碟也拍出來了，哇！大家玩你傳我傳，結果逼着大陸官方出來證明說這是 P 圖，這是謠言，所以大家把三星堆一直要跟外星做連結。在最好奇的地方，對，這是我們比較正統的，它其實跟歷史是比較有關係，跟商朝是有關係的。
那第二個，這次出來證明說三星堆以前我們講三星堆，我非常喜歡看。大陸我很多朋友考古學者，我們在聊的時候，在說，如果以中國的那個考古發現成千上萬的，你最先喜歡哪一個？我們一同票選的三星堆，太神秘了，神秘魔幻，像看魔戒、哈利波特一樣魔幻，它充滿魅力，充滿魅力。所以它這個文明大家票選的一定多啊。余秋雨也是選三星堆啊。那我們講說三星堆這樣的一個魅力，它魅力到什麼程度？我插一個小故事給大家。我2024當時這個三星堆這次挖掘的一些考古報告研究，我大陸的那些考古界的那個朋友就寄了一些文獻給我看，我一看就入迷了。那我老婆有一次出來，我在書房看這些資料的三星堆的資料，我老婆拿一個洋蔥，說叫我等一下你幫我切，然後泡水。省得就那個他切的時候會燻到眼睛，那個裡面有隱形眼鏡很麻煩。啊，他拿給我，那個洋蔥就接在手上。那我剛才講，我正在看三星堆的這些文獻資料，我一看那個手就像定格一樣，那個洋蔥我拿在手上，那個資料我一看了1個小時沒有動。我老婆出來說：“我那個洋蔥你還沒幫我切？”對，真的是這樣的，它很迷人，非常迷人，很有魅力。OK， 那我們說這一次三星堆出土了6個坑嘛，13000多件。它推翻了我們一些想象，那也增加了一些謎團。我們從7號坑開始看了，這次的7號坑，7號坑你看它這邊有這個分布圖嘛，1號坑是在最上面，跟上次挖掘的2號坑在藍色的部分，紅色的部分是這些坑新開的。對，那7號坑出土了2樣東西，我們回過來看，出土了2樣東西是。很驚訝的是這個金珠，我們講金珠，它在挖掘的時候，這次挖掘的時候發覺金光閃閃的一個東西。那這個坑裡面有發現有很多大小不同顆粒的那種金珠，黃金。後來檢測出來是99%純金，非常純，非常純。然後這個金珠旁邊還有一個像虎頭一樣的這個金器，這個黃金虎。那這個黃金虎做什麼樣不知道，現在還沒有辦法把它歸納在祭祀用了，還是要真的要砍殺什麼的。那基本上砍殺不太可能，因為它沒有開刃，它刃部這邊厚1公分，要砍要殺不可能用1公分。所以它也是金子做的，也是黄金做的，也是黄金做的。而且这個它有3個凹槽，它做的很特殊，有3個凹槽。那這個中間那個凹槽裡面呢，它有鑲嵌的一些綠色的東西。那這些綠色的東西也是在檢測中，不知道什麼東西。因為現在檢測出來13000多件，檢測出來，然後把它編碼了，只有500多件而已。所以它有很多了。我說，即使13000多件都給你整理出來，1號坑的那個幾千件也整理出來，你知道這些東西跟整個挖掘，考古界在講說，它只不過是佔三星堆的1%到2%而已，還有很多沒出現了。這個地方，三星堆有這麼多東西，這個地方恐怕要100年、200年以後才會把它整個挖掘清楚吧。所以那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領域。然後剛剛講有這麼多人，就沒想到這麼多人存在的地方，在中國的歷史居然就沒有介紹過。剛剛為什麼我們要從這個金珠開始介紹？這個金珠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名字，叫做炸金珠。那個炸金珠剛剛講到，它的純度是99.99%哦，等於說你現在的這個所謂的提煉才有辦法做到這麼高的這個純度的金子哦，在三星堆就已經可以做到99.99%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純度。第二個重點是它的製造工藝太特別了。對，而且我們在以前曾經在聊的時候講過說，世界上有一種文明，這種文明超越它當代人力或者知識所能做到的，但是它就是有這種東西留下來。歐帕茲文明，對，三星堆這一塊基本上也有這種東西。我們講這個金珠啊，這個金珠就是這個金珠很圓，它裡面出土其實很多大大小小幾公分到幾毫米小金珠、大金珠了很多。那這個金珠我們在講說它怎麼做成呢？它其實超越當代科技。這個金珠它有一個名詞叫炸金珠，對，炸，它是像我們在炸元宵一樣做出來的，炸元宵一樣。對，古人有這樣的一個知識，三星堆有這樣的一個古蜀人有這樣的一個知識，不曉得他們從哪裡得來。他們做法是怎樣？這個金珠它是把金子啊，先剛才講它99%純度嘛，對，然後先把它融化，融化以後它要拿一根管子
這個管子就是控制你口徑了，就控制你金珠的大小。哦，你可以像大吸管喝珍珠奶茶了，也可以小吸管喝飲料用的。這個基本上這個管子的口徑啊，它是跟金珠大小成正比了。它這樣把這個燒融的那個黃金啊，這個液體灌入這個管子裡面。這個管子因為它是溶液嘛，液體它會慢慢往下滴流到那個管尖的時候，它咚一滴下來，跑到水裡面。它底下要用個溫水，冷水也不行，熱水也不行，要溫水。它這是一個基本上的化學知識，溫度刚刚好。對，要溫度剛剛好。這個黃金的液體它咚下去以後，在溫水裡面，因為很熱嘛，它噼里啪啪一直跳，等那個水平靜下來的時候，它形成了一個像我們看到正圓形的金珠。所以這個叫炸金珠嘛，因為噼啪啪一直跳啊，像滾沸騰一樣。所以這個炸金珠的工藝啊，在我們想象中，在以前3000多年，它這個文明大概最巔峰的時候是3200年前嘛，等於商朝中晚期的時候。3200年前，你有這樣的化學知識，知道這樣在溫水裡面用這種方式，它可以炸出這種圓形的金珠，而且炸得非常圓，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我們再看。它其實除了這個炸金珠，同樣這個坑裡面有剛才講7號坑嘛，7號坑裡面有出土了一個東西叫銀鐵，銀鐵對。那這個銀鐵它其實出土，我們把它拼湊，這個是失憶，這個是商朝的青銅葉，因為它跟商朝很接近嘛。那這個三星堆的文明出土的，剛才講在三星堆這個7號坑裡面出土了幾塊的那個烏漆嘛黑，當時考古學家在看的時候，覺得這個東西一定不簡單。要挖掘的時候，是不是在裡面直接開挖，把它旁邊土剝掉拿起來？它是整塊像箱子一樣，連旁邊的土一塊怎麼把它挖上來了？挖上來到那個實驗室裡面去慢慢清理，去慢慢看。对，看後來看它其實是一塊銀鐵，那它的形狀像什麼？形狀就像商朝這種虎葉。青銅虎葉。對，那我特別拿出來比較是商朝這個虎葉，它是我們叫銅葉鐵刃，它前面這一塊部分有鏽蝕的這一塊部分是鐵，是銀鐵，是銀鐵，後面那一塊是銅了，是青銅，所以叫銅葉虎刃。那這個商朝這個已經有點鏽蝕了，那在三星堆這一塊，剛才講它這些銀鐵呢，把它拼湊起來就是一個虎葉的形狀，那長度大概現在看起來有20公分長，20公分長。那寬度呢，從上面到下面，大概從5公分慢慢延伸出來到8公分，大概這樣一個規格的一個斧頭，不大。所以大家講說，它可能是用來切割的，或者用來敲擊用了，或者也可以當器師用。那這個虎葉，我們看剛才那個飲食那個照片了，那個。飲石它很特殊，這個飲石對，我們看到右上角那個就是右上角那個，那再下去有它更細的那些飲石塊，對，這個飲石塊它拼湊起來就像一個斧頭。那這個飲石塊它很特殊，它跟以前在中國大地上所出現的鐵隕石完全不一樣，它硬度很硬，它比所有的銀鐵石還要硬。銀鐵已經很難打造了，銀鐵已經很難做了，就它這個銀鐵還是成分更強硬的銀鐵。一般我們講天上掉下來的銀鐵啊，通常啊，像以前考古發現，通常在%那個鎳的含量，通常在5%到10%，鎳它會產生很高的硬度。那鎳以外，通常一點點鈷，大概就這樣子。那三星堆這塊銀鐵檢測出來不得了，它鎳的含量19.84，這麼高。剛才講5到10而已，它等於對比1倍的成長嘛，19.84。那19.84，另外鐵的部分差不多77.8，所以它鎳的含量很高，很高代表一個意義嘛，硬到不行的一塊銀鐵。那這個銀鐵，你如果硬到不行，剛才講了，以當時的技術，商朝那塊銀鐵就已經掉了，都已經5%到8%，對，都已經驚世駭俗了。這一塊19.8%，它可以把它打造成這個像小虎頭這種形狀，
怎麼做到的？完全用雲鐵，不可能。以前的煉鐵、冶鐵技術，你要燒人，你要燒熔，要鍛造，那都很難，不太可能。但它就出現了，所以我們講說它也是一個很神秘的一個地方。而且這一塊銀鐵呢，經過一個檢測，比較科學的一個檢測，我們看這個圖啊，這個叫裡面它出現一種紋路，叫魏德曼花紋。哦。這種魏德曼花紋裡面有這種魏德曼花紋的，世界上到目前為止發現過2塊，一個三星堆，一個是非洲的納米比亞。那這個魏德曼花紋很漂亮，很漂亮。你看這個圖片，它像眾人像亮晶晶那個眾人交錯的那個線條啊，對，線條。那這個魏德曼花紋它是怎麼形成呢？它很不簡單，它其實是一種晶體，結晶體。我們講說幾變體、6變體、8變體那個結晶體。它這種東西是這個隕石，當時在幾億年前或者幾十億年前在太空中漂流，還沒有到地球來的時候，那太空中我們知道它溫度會緩慢的下降，離太陽越遠的啦越冷，或者說離以前宇宙大爆炸時間啊越久的，它就會越來越冷，因為能量越來越弱，宇宙大爆炸以後的能量越來越弱，所以它越來越冷。但這個冷因為太空中真空嘛，對，沒有空氣的傳導，所以它溫度下降的很慢很慢。它大概每100萬年下降1到10度。哦，100萬年。你說這個雲鐵本身自己下降1到10度？對，那你看你這個銀鐵在太空中飄1到10度，它會形成裡面那個結晶體的變化。大概我們看這個魏德曼紋路啊，它只能形成大概1公分。100萬年形成1公分，那你形成這樣一塊這麼多的這種魏德曼花紋出來，數億年了，幾億年，所以這塊銀鐵非常珍貴，而且它說鎳含量特別高，所以它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一塊銀鐵。那問題這個魏德曼花紋也好，銀鐵也好，我們要回到三星堆，是三星堆當時的一個古蜀文明，3200年前，3000多年前，對。怎麼把它打造成這個？對，你怎麼鍛造的？所以我們講說三星堆它很有魅力，是斷的一些很魔幻的東西，那個謎題出來，而你無解，有的解開了，有的新的謎題又出來了。是。好，那剛剛講的，因為這個特別是在哪裡？特別是它的這個工藝不是那個時候可以存在的，它工藝有2個地方，第一個是你要去燒熔這些東西，你要非常高的溫度，你要高的溫度裡面，以前你沒有火爐的時候，你根本不可能打造這麼高的溫度。那你在3000年前，你的溫度怎麼樣可以上升到3000多度？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是你要做焊接，那你的焊接技術又從哪來的？那這個剛剛講到的，你的金珠、你的斧鉞是隕石做的，那個已經非常特別咯。今天這個被稱為是月光寶盒，這個看起來它其實就是一個珠寶盒，你看起來不特別，可你知道它所有的銜接點都是焊接的。可是你3000年前怎麼做焊接呢？對，剛才講的那一塊是7號坑發現的，這一塊是5號坑。5號坑在考古界也說它這邊有一個鎮坑之寶，發現一個鎮坑之寶。我們講說鎮館之寶嘛，鎮坑之寶最珍貴的就是這一個，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了，它地名叫龜背格紋青銅器，它像一個烏龜的背，龜背格上面有那個銅條啊，一格一格的龜背格紋青銅器。但一般人比較喜歡說，它這個看起來像月光寶盒，月光寶盒，因為這個龜背格紋青銅器它做得很精緻。你其實看它那個前面那邊啊，這邊它像以前我們那個轎子啊，或者商代漢代的時候叫步輦，步輦就是那個皇帝要出行的時候。有9個宮女抬那個2根棍子，長棍，然後長棍中間擺一塊板子，板子上面再放個墊子，皇帝坐在上面那個步輦，走步那個步，一步2步的步輦，步輦對，它有點像步輦，它也是2根棍子，要中間放這麼一塊東西。那個你看它前面。底下這個銅棍前面有龍頭的那種設計，所以表示這個以前可能是一種很高級或者王公貴族甚至是國王所擁有的東西。所以那個時候就有龍的文化。對，有龍的文化非常多，三星堆也出現非常多，等一下會講到。那這個東西為什麼叫鎮坑之寶？它裡面有很多不簡單的東西。我們說1分真跡1分話吧，它證明的，你看它其實在這個每一個銅條連接的地方。它是用焊接形式，
非常清楚有焊接的東西出來。對，我們以前講到青銅樹的時候，青銅樹也有焊接嘛。那有時候你會講說，那個是不是一種巧合，還是單一東西很難證明？對，它其實現在出土的東西，焊接的東西越來越多。對，那以前那個時代他懂得焊接，這第一個。所以這個所謂夜光寶盒有，那夜光寶盒它其實那個銅格底下那一塊是整塊的玉石。下面是個玉，對，這個規格大概40公分到50公分，等於辦公尺大小的一塊東西，蠻重的，蠻重。那裡面是一塊玉石，那因為現在啊，它其實在側邊，抱歉，你仔細看側邊這邊有一個像黑黑亮亮銀色的那種，它是一個管子，它是一個空心的管子。那考古界很好奇的是，這個管子它其實有插上一個插銷，那這個是什麼呢？我們把它破解出來，它其實像現在那個我們叫五金行賣的那個活頁板，我們家裡那個門啊，門你要推開，旁邊一定有2塊上下2塊的活頁板可以打開的。那活頁板中間不是有那個管子，有那個插銷嗎？對，就是古代的活頁板。所以它是可以打開的，可以打開的，可以打開。但現在打不開，是因為它太久了，卡住。可能要慢慢經過一段時間的一個清，所以它是有卡榫的。对，有卡榫了。卡榫本來這個銅跟那個玉的部分啊是可以打開來的，所以它的設計非常精巧。我們也懂得插銷，也懂得這種活頁原理，它用這樣的方式來讓它打開。那這個剛才講說，它有一個很特殊的，第一個焊接以外，它還出現了一種東西，絲織品。裡面有絲織品，對。它現在因為它這邊出來經過幾千年的風化嘛，絲織品是蛋白質的東西，蛋白質的東西在風化掉很快。那這個絲織品是在哪裡呢？是在這個它把這個銅條呢，其實有包覆，有用絲織品包覆，然後銅跟這個玉石中間避免摩擦，也有一塊絲織品。是做這麼仔細？對，現在有把它看到那個纖維拿出來，對，古代的絲織品。不是，而且是紅色的，是紅色，很清楚了。它会染色，它有染色的能力了。对，所以你看它当时的这个技藝，它跟我們想象的一個茹毛飲血的時代不太一樣。它其實已經發展到絲織品出來了。所以他們說這是鎮坑之寶。那鎮坑之寶，我們在講說為什麼他說夜光寶，因為它上面還有一個銅絲帶。你看那個在最後面有一個。那個叫銅飄帶，他做這個銅飄帶幹什麼？不知道，他也可以抬啊。那難道為什麼說它像夜光寶？因為如果這個銅飄帶是現在我們像皮包一樣的背帶，它背起來這個形狀就像夜光寶的一個形式。所以這個是鎮坑之寶，5號坑出土了。那5號坑另外還有一個，我們再往下看就知道。這個是剛才講青銅樹，就證明它可以有焊接、鉚接、榫接呢。對，因為當時青銅神樹裡面就會講，即使你現在要用現在的技術去還原，你都還原不了。而且它卡榫卡的是非常的精密，你既然又可以卡得非常的精密，你又可以用焊接，用現代的工藝竟然無法還原，所以這個一出土了以後，大家才等於說給它轟動，武林給它都蠻高，怎麼可能有這個東西？對，這一次我們稍微回顧一下，其實現在最新出土從3號到8號這個6個坑裡面也發現很多的青銅器，它跟這個青銅樹其實有很接近的一個地方，它證明以前這個三星堆有不可思議的一種所謂物理化學的一個認識，而且它做得到。這個青銅樹它最厲害的地方呢，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看它中間一顆，這個我去現場看過，大概將近4公尺高，它3.96公尺嘛，差不多4公尺，很高。它不能出國，它只能去大陸看。台灣如果出展的話，一般出展的可能是仿造的或者比較小型的青銅樹。那這邊你可以看，它旁邊有九隻那個分叉的樹枝，有9隻鳥在上面。那你知道這個鳥的鳥爪它是很尖細的，很尖細。那個枝呢是有弧度的，它不像整塊模板或一壓一塊。以前古代做這種所謂的這個青銅器啊，它就是用範嘛，模範的範，它是用三明治一樣夾板做出來，中間留一個空凹注入進去，叫角柱嘛，角柱把它灌進去就可以。那它這個不一樣，
它很活潑。三星堆文明，我們在看它東西的時候，如果你純粹從藝術眼光來看，它也是獨一無二，太漂亮了，很高度的藝術洞。它中原本土的出土的東西呢，它像盆栽。大宗至正，規矩方圓，非常講究，但是它缺乏那種三星堆文明那種野蠻的一種生命力。它爆發出來很活潑。那你看它這種，剛才講要有這種弧狀的，要有很多尖角，你注意看它上面很多尖角，包括鳥爪，包括樹枝的，对。它證明跟這一次出來青铜器在檢測的時候，發現三星堆的這個古蜀人啊，他掌握了一種技術，跟中原不一樣啊。中原是角柱的，它也是用角柱的，沒有錯，但是它多了2種。它這個銅枝裡面加入一種叫磷的東西，磷。那這個磷有什麼好處？它可以讓這個銅液啊，這個銅的液體像水一樣的那種水流一樣，它更軟化。哦，所以它這個在灌注的時候，它可以流到最尖角的地方去，所以加了磷。這是三星堆搞出來的一個神秘謎團，我可以做得更細就對了。對，你一般如果要灌這麼細，你銅如果燒出來，它的汁液是比較濃稠的，你跑不到尖角的地方，它就凝固了。對，它要用磷，它用磷加進去。那另外剛才講說，它其實出土的哈，我們在往下看，它其實出土的東西，它是有我們講。秦始皇的兵馬俑，兵馬俑出土的時候是彩色的，是吧？那是一碰到空氣以後氧化了，对，氧化以後它才變成那種顏色。但三星堆不一樣，三星堆它告訴我們是，它以前這個青銅器其實呢是彩色呢，是彩色。所以我們現在看這個青銅人像，對，它原來都是彩色的，原來的情況是彩色的。那它只有2種顏色。黑白跟青銅本身黃金的顏色3色去混合出來。那現在我們在檢測這一塊的時候，它有2個重要的一個東西，一個是它為什麼只用黑跟白？它沒有能力做其他東西嗎？當然不可能。他剛才講高度文明那麼多了，為什麼特別選擇黑跟白？跟商朝有關係，等一下我會講。那黑跟紅哈，黑跟紅，對不起，黑跟紅跟商朝有關係。那黑跟紅，我們看它是怎麼做到的？它是這個科學家很驚訝，他是用一種叫噴塗的方式，他不是用刷子這樣刷出來，噴塗，對，噴塗像什麼？我們現在汽車，你知道去看汽車烤漆的時候啊，有一個噴槍，噴，對，那有什麼好處？它可以噴得很薄，顆粒更細，對，很晶瑩，很晶瑩。它是用噴塗的方式把這個顏色弄上去，那而且噴了5層。第一層如果是黑色，那就黑；第2層就紅，黑紅黑，這樣的一個方式。所以第一層是黑色，對，它一層一層疊上來了，疊上來以後，你要畫眉毛啊，青銅器有眉毛啊，有眼珠子什麼之類的，有龍的話有龍鱗片啊，它在填色，要描，先描以後描繪，然後再填色把它上去了。那這個顏色現在從化學的一種檢測出來。也很厲害，他以前是什麼？拿那個漆樹的生漆，然後去調和那個碳粉，黑色的部分調和碳粉，他就做出這種黑色的顏料出來。那如果生漆調和朱砂，變成紅色的東西，你看現在出土了已經幾千年，那個紅色的東西還很鮮豔了，還很鮮豔。對，所以它是第一個，他告訴我們是有彩色的一個世界，很亮麗、很鮮豔的，包括它。做出來這種塗裝，有它那個很特別的地方。它這個塗裝啊，那個我們如果以現在比較更高科技的檢測，科學家驚訝是，它大概厚度是每一層厚度是50微米。50微米什麼概念呢？我們拿一張 A4 的那個紙啊，一半厚度只有一半。對。所以他以前可以做到這樣，你用油漆刷，隨便一刷就超過這個50。所以他要用噴的，對，他用噴的。而且你要用噴的，第一個你的噴嘴怎麼設計，第二個是你的那個濃稠度要怎麼去調配，對，這都是非常難的。對，他們都做到了。那種物理化學這是以前不可能存在嘛，而且用噴的才可以非常均匀。對你看這個也是一樣哦，這旁邊這個是叫虎獸龍，它虎頭龍身。很高，尾巴很高哦，尾巴很高。這個出土的時候很奇怪，
它證明了三星堆所有的我們以前說1號坑、2號坑有東西被砸碎，青銅器砸碎的，不知道到現在還是一個千古之謎。這個龍身虎頭龍身也是一樣，也被砸碎，砸成3塊，而且它身體跟頭跟底座的部分是不同的坑找出來，然後慢慢去，然後拼接出哇，bingo，原來是這一塊。三星堆曾經被刻意毀壞過，可以，它很多青銅器出來。我們之前講過，商朝是被刻意的遮掩、毀滅，等於說今天三星堆也有同樣的故事。對，而且很多後來發現它很多的青銅器，尤其比較大件了。大件出來，比如說尊或者鼎，那上面這邊少一塊，那邊東邊是一塊，西邊少一塊，它是在其他的坑裡面做編號，這邊怎麼有一塊這種東西？什麼不知道什麼東西，然後去慢慢去比對拼圖，把它拼接起來了。所以它很奇怪，一個東西你如果要第一個為什麼要砸碎？對，第二個你砸碎掉的話，你就丟了就算了，好幾個不同的坑出現。還刻意去分散掉，不知道哈。那這個剛才講這個龍獸虎獸龍啊，我們通常叫虎獸龍，因為它虎頭龍身嘛。那這個龍出土的時候，它其實鱗片也是一樣，是紅色的，很漂亮，很漂亮。然後在這一張啊，這個叫鳳鳥，那鳳鳥你可以看到它上面那個冠啊，鳳冠還有朱砂，裡面還有朱砂紅色那個部分，因為外面比較容易摩擦到，那它是銀刻的方式，對，凹進去的，所以那個顏色保留的比較清楚。這個青銅鳳鳥，它這個看得更清楚，因為它表面是比較大塊平滑的表面，所以它那個塗裝啊非常清楚，5層非常清楚。所以以前說用這種第一個這種青銅器，它證明的是。三星堆文化它是有色彩的，對。第二個，它又用了很高深的這種很高科技的這種所謂噴塗的方式，把它完成這樣的一個塗裝，太厲害了！怎麼會這麼厲害？等於說我不是我精細到，我覺得越文明它其實是越精細。我不單是說我光是要用鑄造啦、鍛造了本身的這個青銅器工藝，我連美感上面，我連這個所謂的顏色上面，我都這麼講究，對。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8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鄭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我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